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用 Brenda 来做一个光的教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态。好，这呢是我第一次做的，然后呢，我希望在这个教程里做得更好一点。好，这是我刚用 EV 渲染出来的。先提醒一下，用 Cycles 渲染是不行的 ，OK？ 我们只能用 EV 渲染。在这里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EV，OK？ 这个设置就在这里啊。这些其实你不打开都可以啊。好，我们先存盘，然后退出去，然后呢进到另外一个 Brenda 的文件啊，然后呢，这是一个Brenda 3.5，应该3.0以后都没问题因为界面都差不多的。如果想找到我的账户里之前的光的教程，大家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64啊，然后呢，合集和列表是64呢，这里有4页，暂时是有4页啊，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然后从第2页开始啊，第一页这个合集这里呢有虚幻引擎5Twinmotion 还有 Brenda 等等啊，这是基础教程。从第2页开始就是以 Brenda 的各种分类教程，从第2、3、4页都有可能。OK， 在这后面这3页里面，大家找一个叫做光的教程的文件夹。那这个呢就是 Brenda。所有光的教程我都归类在这里面啊，大家可以找到，如果你喜欢的话。好，我们现在呢进入 X 键 XYZ 的 X 删掉立方体，然后呢我们先加一个 plane 一个平面，然后呢进入 texture paint OK texture paint， 然后呢给它一个新的，给它一个名字叫DOTX shape。 好，然后呢给它 OK，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用鼠标滚轮在这滚，让这个 plane 这个平面整个大小看出来啊。然后呢你在这画什么东西都随你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画一朵花画什么都行。那刚才我用的那个是一个红桃心儿，那你在这里呢你可以画个花啊。我们先 Ctrl Z， 然后 N 键出侧边栏，先选择你要画的这个花的这个颜色，我们选蓝色。好，然后 N 键把侧边栏进去，你可以在这画一朵花。OK， 好了，现在这里花呢就做完了。然后呢，你可以看见这里 image 这里有个星，他说你的没存盘，那你呢就把它先存盘。OK， 存成一个无背景这种 PNG 文档，叫 doc shape。好，存了以后呢，然后你可以看见这个 image 相片这里呢就没了红心了，证明你已经存了。然后我们进入 layout 界面。好，进入 layout 界面，然后呢我们进入 shade editor， 给它材质，给它一个新的材质。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 principal bxdf 默认的这个删除。如果进到这里以后大家不懂得这些节点有些啥作用呢，同样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64。这里刚才说过，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我们从第2页这里能找到一个最基础系列教程2，这里有6堂课是给这个材质节点现在我们做的是材质节点，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节点是用来干嘛的先知道一下子。好，跟着呢我们加一个 Xshade， 因为我们要把两种不同的这个 shade 的材质节点导进去，就是2组不同的，所以呢加个 Xshade，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 doc shape DOTS 加一个那个 image texture
就把刚才我们存盘的那个 doc shape doc shape 导进去 OK， 然后呢我们再这时候 edit preferences 喜好设置 add-ons 点击，然后呢我们搜索一个插件叫做 No Wrangler NODE 搜索就找到了它，然后勾选，这是 Blender 自带的。然后因为要常用，所以我一般都不取消这勾选点击最后一个节点 Ctrl 加 T， 这就是为什么要勾选那个 No Wrangler 这个节点因为就是要这样的话 Ctrl T 就加 T TUV 的 T 就可以导出这2个节点一下子 OK， 那你就很方便了，对吧？你现在可以看这朵花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在这个 print 上然后呢我们想让它背景这里黑的这里是透明的，所以我们加一个 transparent BSDF OK， 然后呢连上 shade 连上这个 shade。 好，现在呢这里基本上就做出来了。我们在 viewport shading 看然后大家可以看见，当我加了这个 transparent BSDF 的时候什么都没了，而其实呢我们还是在这里这个材质设定这里进入 settings， 然后这里呢我们要变成 alpha black OK， 这样的话呢你能看见它的这个背景就变成了透明的，只有这个花在这了。好，我们下一步呢我们L加 G OK， 先 clear location， 然后呢 Shift 加 S 确认中心原点在它的中间然后呢 Shift 加 S OK， 我们选 cursor to origin OK， 只是确认，然后呢再加一个背驰曲线curve 背驰 curve OK， 然后呢我们再选这个 print 然后给它加修改器了，加 array 修改器，大家可以看见 array 修改器呢它会默认2个，然后呢我们想让它跟着这个曲线走，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改成 fit curve 符合曲线，然后这个曲线呢我们选背驰曲线，对吧？而这里呢 relative offset 呢我们就不需要了，所以取消勾选把它隐藏，然后呢我们要 constant offset， 选这个 constant offset， 然后打开就变成这样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把它 x 轴0 z 轴变成1 OK，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好，跟着呢我们其实这样的话呢改到 0.1 呢，看有这种光线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先把它最小化，然后再加一个 curve 修改器，让它随着这个曲线走，刚才说过，对吧？而这个 curve object 呢我们用背驰曲线现在看呢还不完全跟着背驰曲线走，并不像沿着背驰曲线走，所以呢我们要改它的走向是 Z OK， 你看它就沿着背驰曲线了，沿着 Z 走然后呢右上角可以打开，像我这样打开这里这个叫 viewport shading 来看，然后像这样还是不完全像这个光线，对吧？我们再把这个 array 修改器我们把背驰曲线这里可以变成隐藏最小化，然后呢把这个再变小，这个数字变成 0.01 米。好，现在光线又回来了，跟着呢我们想让它更圆滑一点，加细分修改器这样的话它分离的太厉害了，我们就变成 simple， 然后呢 viewport 变3render 也变3 OK。 好，我们点击这样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太厉害了我们再把这个移到 array 修改器最顶上，好，移上去最上方以后，我们再加这里隐藏了，再加一个displace 修改器，叫置换修改器，然后给它一个新的纹理，点击这里的话，点击其实就是进入了这个工具下，然后呢它类型我们选混合 OK， 好，混合，然后呢这个极近的样式progression 我们不用线性，我们选球形 spherical
然后我再回到修改器这里，把这个 displace 叫做置换修改器移到刚才是这个细分修改器的第2位啊，把刚才一开头做的2个移到最下面 ，OK。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的强度给稍微改一下，改成 0.12。OK， 这样的话它就透一点了，更加透一点。然后再把这个 array 修改器可以打开了，把它的这个 z 这里这个数据再改小 0.002 米 OK， 0.002 米。好，跟着呢我们进入编辑模式，我们先选背驰曲线啊，就是这条曲线，然后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 你可以看见它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如果你想让它这个形状更好看一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拉长啊？也可以先把它的这个做好一个形状，我们点击这一个点 OK， 然后呢用移动工具，在这儿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给移。好，甚至也可以把它给拉长，这个是一竖是吧？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拉长，拉比较长都可以，对吧？还可以再拉。而这些点呢，一会儿你就可以把它给就是这个方向给稍微改一改，让它变得更好看一点。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点好变成这个样子，对吧？好，跟着回到物体模式下，我们还是选这个 Print。然后呢，它现在太白了，所以呢，我们进入到 Shading Editor 来进行修改。我们在 Dot Shape 和这个Shade 中间可以再加多点节点啊，加一个 Hue Saturation Value。Hue Saturation Value，OK， 这是用来干嘛的呢？啊，我们先看，在这里看，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背景变成全黑 ，OK， 然后在 Viewport 这里看，啊 ，Hue Saturation Value， 我们可以在这儿进入到 Google Translate，OK， 用英语 Hue Saturation， 就是色相饱和度，好，把它色相饱和度稍微调节一下 ，OK，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 value 改到 0.54， 好，然后呢，再把它的 Hue Saturation 移上来，加一个 Texture Coordinate，Texture Texture Coordinate， 然后呢，这里呢换到背驰曲线，然后因为想让它在 Z 轴上跟着背驰曲线走，所以呢，我们连上 Z， 把这个 Z 轴连上它的 value。OK， 好，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插一个 Map Range 节点，在 Separate XYZ 和 Hue Saturation 这里 ，OK， 加一个Map Range 节点，加在这儿。然后我们把这个 OK， 把这个 From Max 变成0。From Mean 呢，你就可以来调，来走啊。它最长是 6.7， 暂时是吧？你可以把它1或者多少都可以。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你如果想改，还可以再把背驰曲线再来修正它的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不改了啊。但暂时是这样，我们先把它给拉长，拉到最长。OK。
好，跟着呢选这个背驰曲线 ，OK， 选背驰曲线。大家可以看这条曲线在这儿 ，OK， 我们 N 键 LMNN 呢出侧边来啊，我们选 Item， 选 Item 呢，这个时候要进入到编辑模式 Edit Mode， 你可以看见这里可以改的啊。然后呢，当这个 Tight 的度数改的时候，你看它就旋转了啊，看看你要旋转多少度，对吧？那我就给它旋到大概400多度就好了。好，482啊，473也行 ，OK。啊，不用旋的太离谱。好，然后呢，还有这个 radius 呢，可以让它的半径缩小，最右边那里也可以胀大啊，也可以胀大 ，OK， 缩小、胀大，这都随你来调节，对吧？你可以，你那个点选到哪里，它就在哪里胀大，对不对？那我们 Ctrl Z 回去，然后呢，我们的点选这个，然后呢，你就可以啊，或者选这个，你也可以让它旋转，是不是？你也可以让它旋转，哎，这边也选了，对吧？然后呢，再选这个，你就也可以让它旋转，对吧？然后呢，再把它的这个张大或者缩小。哎，我们说到这样就好了。好，现在就是这样来改一个啊，选到哪个点就会进行编辑。好，你可以把这个点选，然后呢让它胀大一点啊。这是角度啊，这个角度啊，这个我们不管。然后呢，把这个胀大一点。好，把这个缩小一点，然后这个呢也可以再胀大一点。啊，或者缩小一点，就看你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啊。我觉得这边胀大一点可能更好一点。OK， 好了，现在这里也做完了啊。好 ，N 键进侧边来，跟着呢，我们还是觉得它太白怎么办呢？我们再选回啊，回到物体模式，再选回这个 Plane， 然后呢，在 Dock Shape 和 Hue Saturation Value 中间，我们插一个 RGB， 让可以更好的来控制它的颜色。RGB Curves。OK， 我们放在这儿。好，可以看见我每一个它有些啥的预览都可以在上面能看见，对吧？好，这个 RGB Curve 呢，我们把它移下来看一下啊。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稍微往这改，你看这颜色就出来了吧？也可以这样，啊，这样亮了一点，这样可能还会好看一点，对不对？啊，这样来调它更好看一点。你看哪里上就白一点，下面可能是深色一点，好，这样深色，上面白一点，再往下一点，或者往这边看看会怎么样，你都可以 try 一下，就试一下。OK， 好像这样更好一点。然后做到这里了以后呢，你可以先把它存盘了。好，存到一个文件，看看存到一个什么文件里。我存到这样吧。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光的材质的文件 ，OK， 我现在把它给存到2。好，存盘了，存盘现在这个光呢就这样了啊。好，跟着呢我们可以做它的动态。动态是怎么做呢？我们还是进入这个 shading 这里，我们在 Dock Shade 这里啊 ，Dock Shade 这里 ，Flat 我们选 Box。OK， 然后这个 Blend 呢，你可以看它没了是吧？我们把 Blend 调到1，好，它又出来了。然后在 Mapping 节点，好，可以做这个动态了。它的 Rotation 这里我们改，输入井 FRAME 除以
50 OK， 然后呢把它 Ctrl C 一下 OK 进入，然后呢这几个值都是这样输 XYZ 都这样输 OK，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再拉出来一个时间针看看 Timeline， 然后播放看看它会怎么样。哎，这个光线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比我刚才做的还漂亮啊？就这样出来了，对吧？好，现在呢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再把它暂停，把它暂停，然后在 Texture Pane 这里，你可以在 N 键出侧边，然后再画一些其他颜色啊，画个绿色或者画个白色什么的都可以。我看看这个外面是什么样啊，它已经有一些白色这个样子了，所以呢，我还是把它改成绿色吧，搞一点绿色啊，搞点绿色。然后呢，我们在这儿画一点绿色，随便在哪里画一点绿色，不要太多。OK， 好，然后呢，我们播放一下。好，这样的话就2种颜色，可能更好看一点。好，我们这个再存盘啊。当然你也可以再加多点其他颜色，但我呢就用绿色就好了。好，跟着呢，如果你想让这个curve， 就是这条曲线和这个光线一起移动的时候，只用移动这个曲线，这光线也跟着移动。这样的话，你能怎么办呢？那我们先选 Plane 啊，我这里呢 Blender 自带的这个灯我们删掉啊，然后呢 Plane， 然后呢我们选 Plane 啊，跟着在这个工具叫做 Object Constraint Properties， 这里我们打开，然后这里有个 Try Off， 然后 Target 我们就把它选到贝茨曲线，也就是说这个光线是贝茨曲线的孩子，也就是说父亲在哪里走，这个光线也跟到哪里，就像孩子跟着爹走一样。 OK， 这里就选了贝茨曲线。这样的话，当你选这个贝茨曲线啊，当你选了这个贝茨曲线啊，然后呢把它移动的时候，这个光线是跟着移动的，对吧？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又可以再存盘。好，做到这里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做完了啊。然后呢，你就点击看看摄像头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啊。摄像头点击，然后呢 N 键出侧边来 ，LMN 的 N 小门 N， 点击 View 勾选 Camera to View， 然后鼠标滚轮中轴啊，鼠标移到这，把它放到一个位置，你喜欢在哪就哪啊，大概是这样吧，这样也行 ，OK。然后呢，这里点击 Camera， 然后这里也点击这个摄像头，鼠标左键让它上下移，这个 X 呢可以左右移 ，OK。看看你要喜欢哪个光线，你就做成哪个样子。好，觉得可以了，那你勾选关掉，按键进侧边来。现在呢，就要把它渲染出来，点击 Output 这个 Property， 然后在 Output 这里呢，我们再把它给输出 ，OK， 放在哪个路径下 ？OK， 放到哪个路径下？等一下啊，我放到了Dcat Video， 对，好，放到哪个路径下，然后给它起个什么文件名啊？我看在哪起个什么文件名？起个文件名叫 LIGHTS Light STREAKS Like Streaks OK 3.5 2 3.5好吧是，然后呢你就可以跟着在 File Format 这里选 JPEG 选这个 Video 录像，然后 Encoding 这里呢 Container 容器换到 MPEG4 啊，有没有音乐啊？没音乐就 No Audio 就行，如果有音乐就 MP3。而同时我们在这里要选到 Video Sequencer， 上再把音乐给导进去。音乐，我在把你电脑里下载的某段音乐啊，Simple 吧 ，OK， 导进去，然后这里
video sequencer 再换回时间帧，当你播放的时候，好，就这样子的，对吧？这样的话呢，好了，我们Swan来具备只欠东风了。我们要不要让它的颜色更鲜艳一点呢？我们可以在 Look 这里变成 Very High Contrast， 会变成怎么样，对吧？然后我们就 render 一张 animation， 看看它的效果。好 ，render 它的 animation， 看看它的效果。现在它一边在 render。好，我们要看它什么时候 render 完。好，它 render 完了以后，如果你想要那个相片，那你就可以存盘，存一个相片。好，只要这里是变白色，你就可以存。OK， 好，当然我们也可以的，它现在还在 render， 等它渲染完了，我们再存盘啊。我再等一下。好，现在渲染完了啊。那给大家看一下之前做的那个是有粉色的。好，之前做的是粉色的，然后现在做的呢，我用两种颜色，绿色和蓝色。好，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第二种好一点，所以我把第一种给删掉了。OK， 然后呢，如果你想搞一个 title 的相片啊，像这个视频 title 相片，你就render image。render image， 然后呢存盘，这里给个 JPG 文档，然后呢下载，然后给个这个名字一定要改了啊，这个名字一定要改掉，改成Top Shade， 或者是说 Light OK Light 2吧。好，然后呢你就有一个 title 的相片。我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明天再见，拜拜。